地上的野花已经盛开，树枝上也冒出了新芽，春天似乎已经来临。早餐我煎2个鸡蛋，搭配猕猴桃和香蕉。我已经很久没有吃猕猴桃了。自从更年期以后，由于荷尔蒙的变化，身体不能消化草酸。每当我吃了含有高草酸的食物后，就浑身酸痛。然而，猕猴桃里含有丰富的草酸，所以我就没有再吃猕猴桃了。今天这个猕猴桃是邻居送的，我不想扔掉它，就试试看是否可以再吃了。因为我几乎不吃肉，鸡蛋里的蛋白质对我来说就十分重要了。老专家说，老年人至少每天要吃2个鸡蛋。鸡蛋里的蛋白质可以补充脑子里不断流失的蛋白质，使得记忆力不会过早的退化。看似春天已经降临，其实不然，明天就又要降温了。马里兰州的天气就是这样，在3月份的时候，气温上下起伏特别大。马里兰人都知道一句俗语：3月里进来时像一头猛狮，出去时像一只绵羊。我要为明天的降温做好准备，先把壁炉里的灰清掉，然后把它们撒到菜床里。这个草木灰可以杀虫的，所以我把刚才清理出来的草木灰把它撒到菜床里面。我捡了一些从大树上掉下来的枝条，放在柴火架上，然后从柴火堆里拿了一些柴火，放到门外的台子下，以便下雨下雪时拿起来方便。
想这么多木材应该够了吧。最后，我把壁炉边缘可以坐人的地方清洗干净，这样就可以坐在这儿烤火了。这只煤瓶一直放在壁炉边上，上面落了许多烟灰，我得把它洗干净。这只煤瓶是我朋友送给我的，这是山西的一个烧窑最后一批出产的煤瓶。现在这个烧窑已经不存在了。我十分爱惜这只煤瓶，不仅是因为它漂亮，而且它还承载了我和朋友之间的友谊。这个面包干我是在 Costco 买的，已经有半年多了，已经软掉了，不好吃了，所以我今天把它打碎给小鸟吃。还剩的挺多的，所以呀 ，Costco 的东西便宜是便宜，但是量太大，买回来吃不了也是浪费。你看时间一久就不能吃了，软掉了，整个软掉了。Costco 的东西都是大包装的，我觉得还是适合大家庭去买。像我跟我老公只有2个人，买了实在是划不来，吃不完，浪费。我把面包屑放在几个不同的地方，不但可以给鸟吃，也可以给鹿吃。没有任何食物可以浪费。做晚饭的时候到了，我去菜地里摘一些菠菜。自从去年11月份把菠菜种子撒到地里以后，今天才是第一次采摘。现在已经是2月下旬了，原以为12月中旬可以采摘一次，结果在圣诞节之前突然的降温，菠菜全部被冻死了，现在才重新长回来。瞧，现在长得还挺好的。今天我要做菠菜炒木耳。把这个木耳用温水先泡发一下。晚餐啊，我除了做菠菜炒木耳，另外我再做一道百叶结烧排骨。那现在我就要来打百叶结。这个百叶结把它切成一条一条的，像这样的条状。百叶结烧肉呢，是我们江浙一带人家餐桌上经常看到的一道家常菜。通常是百叶结烧五花肉，但是我今天用百叶结来烧排骨，因为我觉得五花肉太肥了。另外一个呢，排骨比较嫩，容易咀嚼。打百叶结其实很容易的，像这样把它卷起来，
我喜欢这个长长的，然后把它卷起来，这样卷，像卷麻花一样的卷，然后用手这样套在这儿，把它绕过来，可以绕2圈，再从这个洞里面套过来，就好了，就是一个百叶结了。好了，这个百叶结就打好了。今天吃不了这么多了，只吃1半，把另外1半放到冻箱里面储存起来，下一次再做。另外这1半的百叶结呢，把它用水煮一下，把这个百叶里面的黄姜水煮出来，这样吃起来黄姜味就不是那么太浓了。好，这个百叶结煮开了，把这个水倒掉，用冷水冲一冲。看一看哦，排骨松动了就可以把它翻一面。我已经把葱姜蒜放进去了，现在放一点白酒，放酱油，放一点盐和糖，然后放点水。先把这个排骨先煮一下，把这个百叶结放进去，放水，然后把锅盖盖起来，放小火，让它煮差不多1个小时吧。那现在我就要来炒菠菜了，放一点油，把这个蒜放进去爆香一下，把菠菜放进去，我是把菠菜和木耳一道放进去，放一点点糖，一点盐。百叶结烧排骨，百叶结烧排骨，好不好吃？Very delicious. 这菠菜是我们菜园里的，今年第1次吃这个菠菜，种下去以后就下雪，降温，菠菜全部死掉了。蛮好吃。这是新长出来的。吃一个排骨。哇，这个排骨好嫩啊，一咬骨头。